大家好，我是 Barry。23糖瓜粘，马上就是春节了，在此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凤鸣振九州。这一期的视频，首先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正在开发的新游戏的进度。我已经完成了腿部的调优和手部的制作，正在进行握指和攻击部分的开发。恰逢春节临近，我又对去年上架虚幻商城的烟花爆竹包做了一个更新。去年年前大家都养了，我也是。所以最初的烟花爆竹包只完成了一部分我想做的内容。这次更新新增了动态的引线和动态挂边，都是可以模拟物理与碰撞体交互的，也对之前的内容做了一些优化，修复了一些 bug。尽管今年大部分地方已经解禁了烟花燃放，但是大家燃放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而这期视频的最主要内容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在虚幻引擎里制作爆竹的方法，基本思路来源于我5年前上架的第一款游戏里的内容。制作起来很简单，同时效果还不错，可以让大家保证安全的同时，尽可能还原线下实际燃放鞭炮的一些感官体验。如果本期效果好的话，咱们年后再更新一个更拟真的挂边。如果对烟花爆竹有更多更好的效果有要求的话，也可以直接购买我的 Interactive Fireworks Firecrackers Pack。视频开始之前，别忘了关注、留言、分享，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这个蓝图需要添加的组件：一个绳子组件，一个物理约束组件，一个静态网格组件，一个粒子系统组件。当时用的还是 Cascade， 现在你可以使用 Niagara 代替。一个音频组件，另外一个静态网格组件。接下来我们来看每个组件是如何设置的。调整一下它的 XYZ 的缩放，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长方体。Attach end to 这边连接到 bottom， 然后 end location 全部设置成0， keyboard length 180。 enable collection 这边必须得勾上，然后 number size 最好是6， collection presence 设置成 overlap or dynamic，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鞭炮材质，咱们一会儿再看。物理约束这边，第一个设置成 top， 第二个设置成 bottom， 其他不变。这个 top 的话，我是用了个 cylinder， 其实就是模拟一个鞭炮顶端的一节挂钩，然后把它们的这个阻尼稍微调一下。还有粒子效果这边先把 visible 勾掉，然后这边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导火线燃烧和爆炸的效果。audio 的话是一个鞭炮炸响的一个音效。一起听一下。切记这个 Auto Active 去是勾掉的。Bottom 这边的话，这个静态网格物体是用一个导线，然后 Collection Presence 按照我这样设置一下。这边要勾选上 Simulate Physics， 其余的设置可以按照我这样。
在线框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图主要分为3个部分：底部的引线、中间的鞭炮以及上面的挂绳。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鞭炮的材质，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鞭炮的一个俯视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蓝图的节点。首先是2个变量，一个是这个 cable length， 默认值是200，然后是否需要重新装填。然后是这个 bottom 引线，当它 begin overlap 的时候，检测这个 overlap 的 component 是否有 tag fair， 如果是真的话，就做一次这个 fair event。先看一下这个 fair 怎么做吧。然后又是一个 do once， 然后设置成把这个雪花设置成可见，然后的 cable 的 HHN 勾掉，然后 bottom 给它 deactive， 然后把它可见性也给关掉，相当于把它隐藏了。然后是执行一个 timeline 的这个 cable length 乘以这个 default cable length， 再重新设置成 cable length。然后打开看 timeline 看一下，这个长度是20，相当于是执行20秒。有2个点，一个是11，另外一个点是00。然后是 get cable particle location， 获取它的最后一个 index， 然后通过这个 index 的获取它的最后一个元素。用获取到的这个 location 设置粒子系统的 word location。将这个音效激活。当这个 timeline 结束之后，将 cable 给隐藏了，音效也给暂停了。其实到这里为止，一个简单的挂边就做好了。reload 的部分咱们稍微看一下，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将一个所有组件恢复一个初始的状态，然后重置这个 do once。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期待你的互动，咱们下期见。